爸妈，你们要出国呀？对。是啊，你妈最近心情不好，我带她出国走走啊。反正现在公司呢是由少华在掌控，他做的挺好，我很放心。少华，哎，本来这一次你应该跟我们一起去的啊，不过也好，就算是我去给你打个先锋，探探路啊，以后生意的事情还是你说了算。还有啊，我现在决定从今天开始，公司董事长的位置由你来担任。至于总经理，我觉得应该由黄崇明来担任。你说什么啊？你要把总经理的位置给黄崇明？那少康呢？少康还担任他的副总经理啊？不行，总经理的位置怎么给个外人？你看你啊，我这是择优而用。况且黄崇明他也不是外人啊。我不管啊！反正总经理的位置交给黄崇明，我就是不答应。好了，咱俩别争了啊！现在少华是董事长了，这些事情呢，让他做决定，好不好啊？少华，你跟我来。哎，过来一下，有些事吧，交代一下。敏君，你过来一下。敏君，妈有几句话要交代你。少康最近心情不好，老是在外面酗酒。妈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要帮妈好好劝劝他，让他好好振作起来，别让妈觉得没面子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跟他说的。哎，黄先生，我们公司的这个棉布有分1等、2等、3等。第一种呢，我们是出口国外的，所以呢价格上也稍微差。怎么了？我想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。为什么呀？你心不在焉的，根本就没有在听。白小姐，对不起啊。黄先生，你是有什么心事吗？哦，没有。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饭局呢？我想，我们的饭局，你说那个饭局，你看能不能取消？取消？是不是因为敏君不能去，所以才取消啊？你看啊，你和敏君是好朋友，我很希望你和敏君能一起吃个饭的。但是现在你看敏君不在，那我们之间吃个饭就没什么意义了。黄先生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敏君虽然跟我无话不谈，但是我们之间除了客户谈业务之外，也可以做朋友的。范小姐，没想到你这个人性格挺直哈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说话直来直往，都不懂得拐弯儿。虽然我们一开始有点误会，但是这也叫不打不相识啊。这点我倒挺同意的。我刚才也说了，因为我自己太没有风度，所以才跟你计较这些的。这样吧，我再次跟你道个歉。我接受，所以诚意的请你吃个饭。哎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，必须的。哎呦，你就别客气了。请我吃饭，那就不用了。哎，不，一定要的。哟，连女朋友都带来了。你别胡说啊！嗨，别我一提女朋友你就摆个臭脸，你心里怎么想的我清楚得很。少康，这是办公室，说话注意分寸。什么叫有点分寸呢？你搞清楚，这也是我的办公室。
你好，我叫方宝莲。我是优儿特公司的业务经理。这个是我的名片，请多多指教。请问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叫王少康，是王氏企业的副总经理，我哥是总经理。至于那位呢？啊，对了，你到底是负责业务部的还是常务部的？你，汾霞姐，不是要吃饭吗？那我们走吧，这里就交给副总经理全权发落吧。等一下，我大哥呢？你不要打电话给他，他回家了。再见。爸有什么事不能等回家说，要哥马上赶回去。现在在爸的眼里，我就是一个不长进的人。怎么还不去公司啊？怎么啦？上班之前好想好好抱抱你。怎么啦？现在变得这么洋派？这怎么是洋派呢？这是你老公爱你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妈刚才说的少康的事儿，你别太往心里去。少康喝酒也不是1天2天了，这做大哥的都管不了他，更何况你。好了，我知道的，你放心吧。其实少康呀，对我还是挺敬重的。我在想说，趁爸妈这段时间不在，你呢每天拉着点少康，别去应酬，把他带回家来，咱们陪他谈天说地的。这样他也没时间出去喝酒了，是不是？陪他谈天说地，那可不行。那陪了他，咱俩在一起的时间不就少了吗？我可不同意啊！讨厌，那是你亲弟弟。再说了，你天天跟我在一起，早晚你得烦。我可不烦，我现在还觉得不够呢。我就希望啊，除了上班之外的时间都跟你待在一起。我老婆这么漂亮、聪慧、大方，我跟她有说不完的话，聊不完的天儿。好了，你把我捧上天了，我上了天可不下来了啊！少华，能嫁给你，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我会珍惜的。我也是。哎，那咱俩就应该有一个约定，从今之后我们俩不争执，不吵架，不互相生气。不赶我走。永远不会的。要是真要赶你走的话，那咱俩一块儿走。一块儿走？走去哪儿啊？去天涯，去海角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呢，是希望英杰赶紧长大，咱们2个老人家就可以四处去玩玩，去周游世界什么的。好呀，不过呀，我现在在心里已经把英杰当成自己的孩子，而且我们还要会姨，1儿1女，已经是个好字了，我很知足。我也知足。好了，好了，快去上班吧。好，快走吧。啊。还在生妈妈的气。
疼吗？妈下手那么重，能不疼吗？可是妈，别说1个巴掌，就是10个巴掌、100个巴掌，妈打我都是应该的。但是我脸上的疼，还不及我心里的疼1%。妈，是你和王光耀把我给生了下来。现在他们王家事业做那么大，又是乔迁又是喜庆，凭什么他们王家做的那么好，那么开心，而你一个人受苦呢？我没有。妈，自从你来了城里之后，我就知道你一点都不开心，所以我必须要替你挣回你属于你自己的东西。可王光耀给你一个什么交代？崇明，你不可以王光耀的这样叫，他可是你的爸爸。他不是我爸爸，除非他认了我妈妈。如果他连你都不认，他有什么资格做我爸爸？我知道你为我好，可是如果你真的听妈妈的话，那就不要争什么长子，也别替妈妈争什么名分。妈不想。妈，你敢说你现在心里已经不爱王光耀了吗？我承认，我这辈子只爱过他一个人。可是光耀现在的妻子却是何丽。不过我不怨他，我也不怪他，毕竟这是他家里给他安排的婚姻。再说了，何丽姐跟了他这么多年，吃了那么多苦，何丽还为他生下了3个可爱的孩子。如果你真的听妈妈的话，就不要争什么长子了，也不要替妈妈争什么名分了。妈真的不要。我做不到，妈。崇明，从小到大，你什么都要争第一，都要好强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我觉得我自己并没有做错，我要让他们知道黄志威不是好惹的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母子俩的感受，我在为妈争取快乐。如果你真的要让妈妈快乐，就不应该去吵。妈，你难道什么都不想去争？难道你觉得这辈子过得很幸福？妈妈的确感到很幸福，因为上苍把你赐给了我，你是那么的优秀，有了你，妈妈感到心满意足。妈，崇明，答应妈妈，以后不要到王家去吵，也不要让你爸爸难堪，妈妈也不要什么名分，你能做到吗？崇明啊，妈还有一个要求，说，把敏君忘了。敏君现在和少华很幸福，他们很相爱。如果敏君知道你心里还爱着他，那他就会有负担的，你知道吗？孩子，爱一个人不是占有，而是希望对方幸福。你难道不希望敏君幸福吗？这个当然了，哎，您放心吧，刘先生，我这个合同做完，马上就做你那个。主任，王经理来找你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慧儿姐，早上好。黄先生，您请坐。
这个今天我来呢，想把我们那个案子赶紧敲定一下，明天就要签合同。好，我正好在做这个合同，来，咱们一块儿看看。黄先生，本来昨天要请你吃饭的，结果在你的公司附近吃吧，还让你给抢了单。哎，小意思，一顿饭而已嘛。哎，我们今天签完合同，我请你吃大餐。这没有必要吧？公事谈完要紧，那个吃饭呢，以后有的是时间啊。你请我，我回请你，这是种礼貌啊。而且啊，我想跟你们公司合作是长长久久的，不是一次两次。我希望我能跟你配合得很好。方小姐，冒昧的问一下，有没有对象？没呢。那就难怪了，怪不得方小姐把所有的心事都花在事业上。为了保住饭碗，这是应该的嘛。哎，对了，黄先生，上次好像也听你说你还没有太太是吧？哎，是。你在公司的职务这么高，工作能力这么强，条件那么好，怎么会还没结婚呢？啊，以前我谈过一个女朋友，那个各种因素，嫁人去了。哦，你是为了她到现在都没找呢？也不是，因为我以前跟她时间谈的挺长的，那现在分手了，再想找一个的话，还想按照她那个型再找一个。黄先生，世界上除了双胞胎长得很像以外，这哪还有人长得一模一样的？而且就算双胞胎，个性也有不一样啊。我看啊，你是太挑剔了。方小姐，你不是也很挑剔吗？我，哎，对了，都这么熟了，还叫人家方小姐，直接叫我宝莲吧。好，那你以后也叫我崇明吧。啊，好。赶紧，我把合同谈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对了，你欠我一顿，一定要让我请。好，好，好，谈完案子再说。好，看看这个合同。是你。特意乖乖，一早就不醉不闹。是的，真好。太太，买这么多菜吃得完吗？嗨，最近啊，少康总是不在家吃饭，我爸妈又不在家，我想多做点好吃的，让他呀回家吃饭，省得他出去喝酒。太太你真好，难怪总经理那么爱你。哎呀，这都我是分内的事儿。哎呀，糟了，买的鸡忘拿了。太太你等着，我去拿。那快去吧，给我。哎，好嘞。怎么在这儿啊？少康，刚吃完饭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嫂子，我想出去走走。对了，今天的晚餐做得很好吃。你要喜欢吃啊，大嫂天天给你做。以后啊，我还可以把饭给你送到公司去。不用这么麻烦，你已经够累的了，又要照顾会议，又要忙家务的。没事儿，每天很早就做完了。明天起我就给你送到公司去。真的不用麻烦了。少康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呀？要不咱们聊聊？没事儿，我想出去走走。别走。你去忙吧，我跟少康聊聊。你别难为他。呀，我知道。那好，你们两兄弟聊，我去给你们倒杯茶。不用，
我们俩喝酒。来，哥，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酗酒的窝囊废，其他什么都不会。不是啊，你在我心里啊，永远是那么一个调皮的、有点任性的，但同时又非常尊重大哥的好弟弟。你想太多了，拿点酒喝，就是跟你喝点酒聊聊天，没那么多意思。来。红酒可不是这么喝的，红酒要慢慢品，越品越香醇，就像你大嫂一样。是啊，这好酒就像大嫂一样，越陈越香。可陈玉何尝又不是呢？记得以前睡前的时候，他都会给我倒一杯酒。然后我们慢慢的在阳台上细品。小康，还是忘不了陈玉啊。你跟陈玉已经离婚了，而且他现在音信杳无，我们所有人都担心他已经死了，是不是？他怎么会死呢？他怎么可能会死啊？对不起，哥。没事，你心里难受发泄出来就好。但这恰恰就是我一直说你长不大的一个原因。有时候啊，我说的话重了一点，爸说的话重了一点，可是我们都是为了你好。是，我知道。我知道哥你为我好，可我再怎么好，也比不上爸在外面生的黄臭脸。哎呀，你看，这就是你长不大的一个原因。你为什么总要跟他去比呢？可事实就是这样子。我副总的位子现在给了他，这半年来吧，每天都在夸他，他这个好那个好，这个行那个行。我呢？你听到的是爸爸说他好，可是我听到的是爸爸说你好，当然是在你不在的时候。好了，哥，你不要再安慰我了。我在爸心目中的形象和分量，我很清楚。我想一人静静出去走走。既然你非常清楚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喝酒，这么叹气，这么自暴自弃呢？我就是个长不大的家子。少华，不是让你留住他吗？我倒是想留住他呀，可腿长在他身上，他要走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好了好了，你也别为这事儿心烦了。回头啊，我跟他聊聊。没用的，你真劝不了他。哎呀，我坚信啊，少康他会走出来的。我也愿意相信啊。为了少康的事儿，他心情不太好，真想好好问问他这件事儿。少华，累了吧？早点休息吧，我去看看慧颖。我再坐会儿，待会儿我也去看他。哎，你好。
你坐我的位置干什么呀？上班啊。上班你坐到我的位置上干什么呀？这是谁的公司？我当然知道。请问你有什么指教吗？指教？我对你黄崇明哪能有什么指教呀？那既然这样，那请你让开，我要办公。你搞清楚，这是谁的办公室？副总经理的办公室。那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这就是总经理的办公室。你要没什么事的话，可以先回了。什么？你总经理？没错。谁说的呀？我说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那你又算什么？我是王光耀的儿子，我哥是董事长，我就是总经理，天经地义。我之前跟你说过吧。至于你要去业务部还是常务部，随便你挑，我没意见。少康，我根本不喜欢什么位置，但是你今天的态度我是接受不了。你给我起来，我要办公了。喂，别动手动脚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信不信？我马上把你赶出去。看我走很容易，只要你爸说一声都行，或者你哥说一声也行。我黄宗明绝对一声不吭，立马就走。但是，在你爸你哥没说之前，这个办公室都是我的。你的？太可笑了。你知道吧？只要你在这儿多待一天，我们家就多一份威信。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又来抢我们家的财产。另外，我想告诉你，我们家能够重新站起来，我的功劳比你大多了。我岳父的东西，公司的业绩，走私的证据，都是我给你的，你没资格跟我争，知道吗？你这走廊里就听见你们吵吵闹闹的，怎么了？自己应付不了，包哥搬出来，怎么？当救兵啊？你这话又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哥。崇明，怎么回事？他说把这间办公室改成总经理办公室，他在这儿办公。坐回你的位置上去。哥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办公室，现在你当了董事长，你不搬，所以我想把这儿改成总经理办公室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个外人，不能坐这个位子。少康，不许你这么说话。他凭什么做总经理啊？我不服气啊！哥，这个位子我今天坐定了。我看你敢！交给你的工作，你从来就不好好去做，啊，整天想这些有的没的、没用的东西，做这些幼稚的事情，你什么时候能够成熟一点？我今天坦白告诉你，为什么不让你做总经理的位置，就是因为你永远都长不大。我长不大。好，既然你也这么认为，哥，从今天开始，不管你是给我什么职位，我都不要。就算你给我总经理的位置，我也不要。今天你是董事长，
我正式的跟你说，我不干了。你给我回来！好了，少华，别生气了啊。越来越不像话。好了，少华，别生气了啊。只是，你这么逼他走，会不会引起家里的更大的风波呀？不会的，爸妈过2天就回来，只要爸回来，什么事都不会有。好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啊。我其实没事儿，我只是觉得少康的这种任性会让你心里头觉得很不舒服。哎，放心吧，我才不会跟他一般见识呢。少华，我想跟你说件事。把你的老婆借我一下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是这样的，那个跟我往来一个客户啊，是敏君的同学，一直叫我跟敏君吃个饭，所以叫我约。我想你们家最近不是挺忙的嘛，所以就没约。这几天也没什么事儿，就叫敏君一起吃个饭吧。这是好事儿啊，可你刚才那么一说，吓了我一大跳。不过你可不够意思啊！约敏君一块吃饭，为什么不叫上我？没关系啊，反正是他同学请客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这顿饭我来请。再说吧，就这么定了。好好坐你的位置。我同学。啊，这事你怎么不多跟我说一声呢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是想说啊，你工作太忙了，这些事儿我来处理就好了。我那个同学呀，叫方宝莲，高中的时候跟我很要好的。哦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不是说后来就失去联系了吗？是啊，前段时间啊，我们又碰到了。其实啊，我想等爸爸回来再说。爸爸不是一直希望崇明早点成家吗？我这个女同学啊，特别优秀，我是真心实意的想促成他俩。以为你整天忙家务事都忙不过来，没想到还有时间做媒婆。你少来了，还不是因为一个是你兄弟，一个是我的好同学。我也真心的希望能促成他们两个。敏君，崇明要是结了婚，我想阿姨心里头也会好过一点，我妈也不会胡思乱想的说那些话，我会比她还高兴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会这么做。所以，宝莲是吧？你负责宝莲，我负责劝崇明。好的。哎呀，这妈到底去哪儿了呢？哎呀，看来真的是老了，走这么一点路就腰酸背痛了。阿姨，阿姨没撞到您吧？啊，你没事吧？倒是没事儿，不过年轻人，你以后走路要慢一点呀。啊，知道了，阿姨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赶时间呢。好啊好啊，做人啊是要守时，守时啊就会有信用，有了信用啊，你这个人不会没出息的。阿姨，您的金玉良言我都记住了，以后没事我就走了啊。哎，好好。哎呀，现在有几个年轻人愿意听我们唠叨呀？为什么呀，小玉啊？你到底是生还是死了？我为什么找不到你？到底在哪里？你带我来这干嘛呀？
没有觉得这儿有一种山盟海誓的感觉？小玉，我想告诉你，我要永远保护你。真的吗？那你要保护我多久？啊，1年、2年、3年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这么短啊？哎，跟你开玩笑的，我要保护你一辈子。不要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保护你一辈子都不行啊？难道你离开我吗？我要你保护我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、下下辈子、生生世世。你保护还是不保护啊？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一辈子、几辈子，我都保护你。小雨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。少康，少康，小雨，老子，你来了，怎么大白天的你又在喝酒啊？我心烦。你不是想喝酒，我知道你是想陈玉，不仅你心里在讲，我们也都惦记着他。你说我们都找不到他，他会不会就……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少康。我相信吉人自有天相。少康，你每天沉溺在酒精里，你这样是真的想找到他吗？你这样能找到他吗？你听大嫂的，现在陈玉一定在某一个医院里积极地治疗着他的病。癌症不是绝症，只要提早治疗，一定能治好。你听大嫂的，你振作起来，养好身体，好好工作。我相信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你一定可以找到他。谢谢大嫂。回家吧。来，走。这次啊，真的要谢谢你。哎，等会儿，不莲，这个我妈昨天下午啊给我打过电话，叫我晚上一起吃饭。我刚刚忙事都忙岔了，现在又约你一起吃饭。哎呀，要不你打电话回去跟阿姨说一声呗。现在可能买东西呢，
我一时半会儿也联系不上他，这也是我最头疼的地方。崇明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啊？啊？哎，宝莲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如果你不认为我很唐突的话，我想接阿姨一块儿出来。啊？我们？是啊，你看，我这衣服也换好了，餐厅也订好了。现在你跟我说你约了阿姨吃晚饭，所以依我的主意，咱们3个人一块儿吃晚饭好不好？宝莲，不要了吧？就我跟你俩一起吃饭，我妈在不方便。再说了，我们3个人一起吃饭，觉得不自在。我不会不自在。妈，和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有什么不自在的了？不过妈不想去，你们去吃就可以了。妈，你怎么来的呀？阿姨，怎么是您啊？啊，你们俩认识啊？我刚才不小心撞了阿姨一下。他撞了我一下，就道歉了老半天。我呢，也跟他唠叨了老半天。这孩子挺懂事的。阿姨，其实是您人好，都不跟我计较。说老半天，你也不给介绍介绍。啊，妈，他姓方，叫方宝莲，是我的一个客户。啊，方小姐你好，我是崇明的妈妈。阿姨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们俩认识多久了？我和崇明认识好几天了。哦，那你们俩吃过饭吗？啊？吃过，上回是他请我的，今天我要回请他。你们俩请来请去，很好啊，很好。那哪天，你到我们家来坐坐，我请你吃饭。妈，不要了吧？干嘛呀？你的朋友，我请他吃饭不可以呀？阿姨，要有机会，我肯定上你们家拜访您。啊？要不您今天给我个面子，咱们3个一块儿吃饭吧？好倒是好，不过你看我连衣服都没有换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俩跟我一起回家吃饭，我买了很多的菜，不吃也容易坏掉，是不是？妈，不要了。宝莲刚刚已经餐厅订好了啊。啊，餐厅可以取消的。啊？那倒不用，那你们去吃，你们去吃。阿姨，今天能碰上您真的是缘分。那个餐厅随时可以取消的。要不这样，上你们家露2手，其实我也会做菜的。啊？好啊，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我去开车，你们等我啊。哎，好，等你啊。哎。妈，你看着我干嘛呀？过分啊！交了女朋友也不跟妈说。妈，你误会了。什么误会啊？今天要不是我亲眼看到，啊，我还蒙在鼓里呢。跟我说实话，跟他交往多长时间了？有没有见过他父母啊？瞎说什么呢？我跟你说真的啊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她只是我客户公司的一个人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啊，跟她吵过架。好啊，不打不相识啊。啊？妈，你怎么也这么说呀？这敏君也这么说过。敏君跟他认识啊？哎，他是敏君的同学。哦，原来是敏君介绍的。哎呀妈，你越扯越远了。我跟你说，她真不是我女朋友。你别着急嘛，反正啊，你现在有女朋友了，这是好事儿啊。不急啊，我们回家慢慢谈。走呀。方小姐，你和崇明到客厅里坐一会儿，我这里来收拾一下。哎，阿姨，让我来。哎呀，
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你是客人呀。可以的，以前我妈在的时候，这些活都是我干。自从我妈去年没了，我就很少在家吃饭了。能用上这些家里的碗和筷子，我觉得特别的温暖。阿姨，我都好久没洗碗了，你就让我来吧。哎呀，妈，宝莲要洗就让她洗吧，啊，我们不许坐会儿。行，客厅坐会儿，我很快就好。辛苦了啊。坐这儿。还瞒我？妈，你看你什么表情啊？别嬉皮笑脸的，我才不相信你们俩刚认识。真的刚认识？你们俩刚认识，你怎么可能让他给我洗碗呢？哎呀，人家乖呗。他是乖，但是你们如果没有到那个程度，怎么可能呢？妈，你看你又扯远了啊！崇明，妈问你，你对他有没有这个意思啊？完全没有，妈啊，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。如果妈再胡说的话，那我以后不跟他见面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翅膀硬了是吧？妈，我刚刚啊一直在观察他，我觉得他人蛮乖巧的，而且在工作上还可以帮上你的忙。这女孩子不错，你考虑考虑啊。妈，再这么说，我真的生气了。这有什么啦？这结婚是早晚的事嘛。你不是一直说妈妈在家里一个人很孤单，没人陪我，那你就找一个女孩子来陪陪妈妈，怎么样啊？阿姨，碗洗好了。哎呀，要不给你们沏点茶，帮助消化？你别忙了，赶紧坐下来，来坐。哎呀，我很快的，等我。哎呀，多好的女孩子！像这么好的女孩子现在不多了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还想着敏君呢？妈，我跟你说没有。没有？那最好啊！你证明给我看啊！把这么好的女孩子给我娶回来。哎呀，妈，那娶人家也必须先得交往。再说了，这人家也当我是普通朋友，你这么着急啊，就会把人家吓走的。吓什么呀？现在年轻人都流行自由恋爱嘛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茶来啦，阿姨。阿姨，崇明，谢谢你哦，方小姐。阿姨，直接叫我宝莲吧。现在崇明都直接叫我宝莲。哦，好，宝莲，你和我们崇明，那就是业务上来往的还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崇明在业务上特别配合我，我特别谢谢他。哎呀，崇明啊，比较耿直。从小呢，他跟我这个母亲啊相依为命。不过他书读得很好的，也很少出去应酬的。就是他嘴巴有点笨，不会说好听的话。阿姨，不会的，他这种个性我挺欣赏的。现在嘴皮子好的男人啊，都靠不住，像他这种脚踏实地的，我才最钦佩了。崇明不仅人好，工作能力也强，我觉得他挺好的。我和他母子这么多年，还不曾发现他有那么多优点，今天都让你说出来了。妈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优点挺多的，只不过在你眼睛里啊，我这个儿子啊，什么都不是而已。傻孩子，怎么会不顺眼呢？其实妈在外面一直夸你，说你怎么优秀，怎么孝顺，妈以你为荣。阿姨，我刚认识崇明的时候，我不太了解他，我就在想，他这个人对人对事都这么认真，他的父母一定特别的严肃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阿姨说话这么风趣，人又这么好。哎呀，我挺羡慕你们的。真的？那你觉得好，以后要常来啊。啊？哎，你不是一个人住吗？又没人给你做饭，不如
天天跟崇明到我们家来吃饭。妈，你这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是实话呀。宝莲，如果你肯来啊，阿姨很愿意，也很欢迎。阿姨，要我天天来，我可真不敢。但是我答应你，只要一有时间，我就来陪你。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嗯。宝莲啊，我还有一点事要处理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阿姨、崇明，我就不打扰了。阿姨，今儿谢谢你。崇明，你带宝莲出去看看电影，或者喝喝咖啡什么？妈，我真的要处理公事。阿姨，你就别逼他了，男人以事业为重是对的。那崇明，你送宝莲啊？啊，不用送了，我车就在楼下呢，很方便的。啊，那我送他去门口吧。哎，走了，阿姨。你常来啊。嗯。真是越看越喜欢，多好的女孩子！要是我们崇明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，那真是我们王家的福气呀！你高兴了啊？可是我不高兴了。你干嘛不高兴啊？你这么做会让人家误会的。什么误会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抓紧了。抓紧什么呀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本来我之前不认识她，是敏君的同学，这敏君让我帮忙。可是这女孩子不错的。哼，是不错。哎妈，你是不是觉得她长得挺漂亮的？这个工作能力也挺强，又会洗衣服，又会做饭。对呀。这个性格也挺温柔的，是吗？对对对。那可是你的感觉。那多好啊！是很好啊，但是我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好了妈，我真的有工作去做了。崇明，这孩子，我感觉宝莲对我们崇明有这个意思的。如果他没有这个意思，哎呦，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呀？这个真是有办法了。阿姨。不好意思啊，让您久等了。没事，我叫你出来会不会耽误你啊？哎呀，不会的，怎么不到家里聊呢？我今天有事跟你说，我觉得在这儿比较方便。好呀好呀，那咱们坐吧。哎，你也坐。这么急找我，有什么事啊？敏君啊，有一个叫宝莲的女孩，你熟不熟啊？熟呀，她是我高中同学。她昨天来我们家吃饭的。真的，阿姨？哎呀，那一定是崇明让她去的。我刚跟少华说呢，我想啊，把宝莲介绍给崇明。你也这样想啊？那阿姨直说了啊。宝莲这女孩吧，我挺喜欢的。她聪明、能干又懂事，而且事业心也很强的。她是个大好人，阿姨。在你眼里啊，什么人都是大好人。其实敏君啊，是你人好。阿姨，我有什么好呀？是您不嫌弃。您是不是想让我去探听一下宝莲的口风？我觉得吧，宝莲对崇明的印象不错。好呀。那崇明怎么说？哎呀，坏就坏在他这儿了。他对这件事情一点都不上心。你说再加上他那臭脾气，我都要气死了。那他到底怎么说呀？他说，宝莲条件不错，但他又说对他没感觉。没感觉？我觉得，在他的心里哎呀，阿姨，您就别提我了。这事儿可千万不能告诉宝莲呀。虽然崇明知道你现在是他的大嫂，但是他一直想找一个跟你一样好的女孩子。哎呀，阿姨，我有什么好呀？宝莲比我优秀多了。
他比你还好啊。当然啦，在学校的时候，宝莲各方面都比我优秀，而且呀，她是我们学校的校花，人漂亮、活泼又有上进心，而且啊，她特别孝顺哟。哎呀，你说的那么好，敏君啊，阿姨相信你。像这么好的媳妇，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。阿姨，我觉得宝莲配崇明真的是挺好的，不论从身高啊、长相啊、气质，真的挺合适的。哎呀，敏君啊，那你找时间帮他们俩凑合凑合怎么样？您放心吧，我是觉得他们刚刚认识，给他们点时间，让他们培养一下感情。感情结了婚以后可以慢慢培养的呀。你看你和少华多好啊，现在多恩爱啊！阿姨真为你们感到高兴。阿姨，瞧您急的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那谢谢你啊，客气。少康没回来。少华，你找少康干嘛呀？我得要告诉他，爸妈明天就从美国回来了。他不是总说没工作做吗？那我现在手里正好有个项目交给他做，他又不在。没事，那个项目你交给我来做吧。不行，你工作量太大了。没关系，我不像你有家室的人，工作量大对我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情。其实说真的，崇明，我倒希望你跟我一样，早点有个家室。你过来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上次你说的邀请敏君一起吃饭的那个朋友姓什么？姓方啊，怎么了？对，方小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方小姐还不错，我建议你们两个试着交往一下。少华，这是在办公室啊，我只想谈公事，不想谈私事。崇明，我不是要干涉你的私事，我只是觉得……好了，少华，我知道，你这是关心我嘛。说真的，公司有了你，我轻松了很多。好了，少华，别多说了，这么再说下去啊，有人会不高兴的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今天有事要先走。你如果干完了手头上的工作，也早点回去吧。少华，坦白来说，我不想那么早回去。为什么？我妈这个人，阿姨怎么了？她啊，我知道了。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，敏君跟我说，阿姨给她打了个电话。什么？她给敏君打电话？嗯。哎，妈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你吃饭了吗？啊，我吃了。妈，你吃了吗？我当然吃了。啊，先回房间。哎，崇明，啊，你今天在哪里吃饭？我叫了外卖啊。啊，你叫外卖啊？啊，你没有带宝莲到外面去吃啊？我太太干嘛呀？我在公司加班呢。哦，我还以为你陪宝莲到外面去了呢。妈，我跟宝莲只是普通的同事而已，你别老硬把我们扯在一起，他万一扯成真的怎么办？哎，扯着真的好啊！今天我还……哎，我知道妈，你打电话给敏君了是不是？你想叫敏君来撮合我们宝莲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少华说的。这少华，这事跟你说干嘛呀？妈，我跟你说啊，也找女朋友呢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啊，这我不想第三者来掺和。什么？你说我是第三者？我怎么是第三者呀？我是你妈呀！妈，
对不起啊，我说错话了，我不是说你第三者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什么？我知道你故意气我，所以不愿意结婚，对吗？但你知道我的感受吗？你根本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妈。妈，你别这样行不行啊？什么事情都可以勉强，唯独感情不可以勉强的。你就让我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，行不行啊？那你要处理到什么时候呀？那你自己的感情呢？不是也是自己在处理吗？那为了自己的感情受了那么大的罪，难道你不难受啊？我和你爸爸的事情，跟这件事情完全是两回事，你怎么可以扯在一起？妈！我们可到家了，还挺干净的。行了行了，在国外的时候天天嚷着要回来，这一进门就摸，检查什么呀？瞧你说的，好像我是个恶婆婆似的，好像我就像那白雪公主里的后母。奶奶，这次看见白雪公主了，我觉得你挺像白雪公主的，怎么会像后母呢？你瞧瞧，我们英杰多会说话，哪像你？难怪奶奶最疼英杰了，是不是？妈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回您把她带到美国去啊，可是把她给宠坏了。少华，我就这么一个孙子，我不宠他宠谁呀？那妹妹呢？妹妹在屋里睡着呢。那我去看妹妹啦。好，快去吧。去吧。哎呀，还是家里好啊。是啊，哎呀，回家的感觉真……我们这段不在家，家里都怎么样啊？家里情况挺好的，就是玉梅阿姨不太好。玉梅怎么了？玉梅阿姨病了好几次，去检查身体，说是除了心脏病之外，还有糖尿病。哎呀，光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之前你不是跟我说玉梅只有心脏不太好，怎么现在又有糖尿病了？你是怎么照顾的？我哪有什么照顾啊？我不是就在外边给他们母子俩找了套房子吗？那怎么行呢？崇明每天在公司里忙，把玉梅一个人丢在家里，你也真是的。妈，您怎么一直怪爸爸，不太像您以前啊？难不成把玉梅阿姨接到咱们家来住啊？这有什么不行的？我们家房间这么多，再说玉梅住进来，还可以跟我做个伴呢。其实少华，凭良心说，妈对那个玉梅啊，实在没那么大成见。撇开别的不谈吧，她住进来，我至少可以跟她做个朋友嘛。你说是不是啊？你看没有，你妈呀，那个心胸一直都这么宽广。你别捧我，我没那么宽广。我只是认为，身为一个女人，在你的背后应该让你没有后顾之忧，这样才像个贤内助啊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我一直认为你就是我的最好的贤内助。你知道就好。哎呦，爸，看您那么疼我妈，那我真是要好好向您学习学习，好好疼疼敏君哈。对，少华，敏君是该疼，不过妈可得先警告你啊，你疼在心里就行了，表面上你还是不能太放纵啊。想当年啊，你奶奶也是很疼我，可是表面上对我可比我现在对敏君严厉多了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动不动就把妈搬出来，时代不同啦。什么时代不同？这时代再不同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妯娌之间和平相处，婆媳之间融洽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，也是我们中国人最注重的文化，你说是吧？是，绝对是。反正这么多年，我也说不过你。说不过我就别说了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也别说这么多，我们先想想看看玉梅情况怎么样，我们再做决定吧。啊。
哎，董事阿姨，你们来了，赶紧进。你妈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啊，谢谢董事长。要不要紧啊？我跟我妈说话的时候，我妈突然就昏过去了，还好我及时送她去医院了。没事了吧？医生说她的血糖太高了。血糖高？她之前的心脏一直不好，那这次医生确诊说她已经是糖尿病患者了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快进。玉梅啊，你怎么了？玉梅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和崇明说着说着，头一晕就昏过去了。哎呀，身体不舒服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干嘛拖到现在？我原来一直觉得身体还不错，这次不知道怎么了，就这样。玉梅阿姨，您有糖尿病，以后就不能忙前忙后的，再把自己累坏了。要不我找个人来照顾你吧？不用不用，我的病没那么严重，不要麻烦别人。我看这样吧，光耀，玉梅身体不好，就让她搬过来，跟咱们一块儿住吧。何丽姐，玉梅，家里有敏君在照顾，你搬过来我们有个伴，而且也可以互相有个照应啊。何丽姐，我很愿意和你作伴。看到敏君这么孝顺，我真的很羡慕，所以也希望崇明能快些给我找个儿媳妇，这样就可以有人来陪陪我，有人孝顺我了。爸妈，你们陪玉梅阿姨聊，我跟崇明说几句话啊。崇明，玉梅啊，你希望崇明快点结婚，他也得有个对象，也要有时间交往啊。光瑶，你说是不是呢？是啊。你们再休息一下啊。崇明，刚才你妈妈说的话你也听到了吧？明君啊，如果你要跟我说宝莲的事呢，我劝你别跟我再说了。为什么呀？宝莲是我的同学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她人又漂亮，性格又好，而且她很有能力。明君，我不是说嫌弃她，只是我这心里，说实话啊，我跟少华呢是同年，我实在叫不出你一声大嫂。而且你别忘了，我们俩以前还谈过朋友呢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现在我们都有了各自的生活。我跟少华很恩爱，我现在很幸福。我知道，你跟少华结婚了，我很祝福你们。但是问题是我现在如果要再找一个女朋友的话，我想按照你的类型再找一个的。宝莲跟我同一类型啊。我不认为她跟你同一个类型。你不是想找同一类型，你是想找同一个人。崇明，我把你当成好朋友，你也是个好男人。宝莲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她也是个好女人，你妈妈就很喜欢她。现在你妈妈得了糖尿病，这种病跟心情也很有关系的。如果你还沉迷在过去，那你想想，你是不是太自私、太不孝了？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，糖尿病人不能吃太油、太咸、太甜，更不能心情不好。你说男儿志在四方，你要打拼事业，你要工作，那阿姨怎么办？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人来陪伴阿姨、照顾阿姨？宝莲的父母都不在了，如果你们俩在一起，
我相信宝莲一定会像疼爱自己父母一样孝顺你的母亲。而且，阿姨她也很喜欢宝莲，会疼爱宝莲，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可我什么这呀那呀的，人家宝莲还不一定看得上你呢。我还得问问人家方美人有没有时间。崇明啊，我看你们交往试试，怎么样？看着办吧。进来。小华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去银行路过这儿，顺路来看看你。哎，哎呀，难得你来看看我，我还是顺道来的。哎呀，也不是啦，阿姨一直让我撮合崇明和宝莲，我想今天呢就跟宝玲谈谈，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正式交往。这是好事儿，你尽量给凑合成了。我想要是崇明结婚的话，爸爸一定会好好操办一下。怎么了？哎，一提起崇明，我就想起少康，你不觉得吗？少康一直还想着陈玉。是。哎呀，提起这事儿啊，我也担心。陈玉自从走了之后，就一直没有音信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生还是……哎呀，别想了，这事儿由不得我们，看缘分吧。对了，敏君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这两天啊，因为崇明的事情，少康跟我吵了一架，所以我这两天在想着要不要把我的位置让给少康。这么严重吗？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少康都是你弟弟，你们再吵，你也得帮他呀。这当然，但是论工作能力来讲，确实崇明比少康要好很多。也不是差很多，你就不能让他们一个管公司内部，一个管公司外部的事儿吗？你以为做生意的事情那么简单？反正现在公司是你一个人在管，我想爸爸这么做一定是想退下来的。你是董事长，这事儿呢，既是家事也是公事，你一定要妥善处理。我知道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到底要不要问那天和他在一起的女人是谁？哎，对了，难得你到办公室来看我，要不你待会儿再去找你那个同学，今天就在这儿多陪陪我。不能打扰你工作，我先回去了。宝莲，敏君，敏君，你怎么来了？新办公室是。哎，你看看我的新办公室，够气派吧？你看这外面环境多好啊！我可告诉你，现在我已经是正式的业务经理了，如愿以偿，恭喜你，亲爱的！这一切多亏了崇明，他可帮了大忙了。那你应该请人家吃饭呀。我请了好几次呢，他太客气了。哎，不过我都去他家里吃饭了。真的？我问你，你觉得崇明怎么样？崇明，好啊，人特别好，人又正直，虽然脾气倔强一点吧，不过我觉得挺有男人味儿的。崇明工作能力又强，哎，他不是在你家公司做副总经理吗？我觉得呀，把整个公司交给他管理，他一样能胜任。没错，我也这么觉得。那你对他妈妈的印象怎么样啊？你说阿姨呀，我觉得阿姨，特别慈祥又善良，跟她在一起可舒服了。
我说李敏君同学，你这是查户口呢？问完没啊？啊，问完了。那换我问了，你今儿跑来问这些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底喜不喜欢崇明啊？这个，你不喜欢呀？敏君，说实在的，我跟崇明才见过几次面啊？我刚才都说了，他人是挺好的，不过我觉得他对他以前的女朋友恋恋不忘。不会的，他那个女朋友已经不在了，死了。差不多吧。难怪呢，难怪崇明一直不肯交女朋友，原来是这个。其实他也不是不愿意找，他就是很挑。挑？宝莲，我觉得你跟崇明很有缘分。你看，你们相遇就是缘分，然后呢，又不打不相识，这也是种缘分。你跟他的妈妈第一次见面，互相之间印象又非常好。你看，这么多的缘分在一起，难道你们两个就没想过交往一下？你问我这个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呀，你就直说。我不知道。那你喜欢崇明吗？敏君，我这……你又不是不知道我，这么些年来就一根筋，一直想着努力工作，拼命挣钱。以前也有挺多人追我的，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事业心太强了，自己就打了退堂鼓。所以这些年来，一个人也读惯了。我觉得我是没希望喽。都到这岁数了，连半个男朋友都还没有呢，这一个人不嫁，不也挺自由的吗？不过，通过最近的相处，我觉得崇明挺好的，工作能力又强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欢他，不过对他印象很好。这2天没见吧，心里还挺惦记的。宝莲，你这个不就是喜欢他的表现吗？你恋爱了？你乱讲什么呀？这恋爱是2个人的事儿，哪有一个人说人家崇明对我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其实啊，我也不知道崇明怎么样。不过呀，我听他妈妈说，崇明觉得你呢开朗、活泼，人呢又有上进心，又有工作能力。而且呀，特别漂亮。真的？那你得了吧！以后你别再说了，说的我一身鸡皮疙瘩都起了。本姑娘有那么好吗？哎呀，你的好我是很清楚的。我觉得崇明啊也很优秀。哎，你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啊？哎呀，女强人也会不好意思啊？讨厌！哎，我还忘了告诉你呢，昨天啊，崇明的妈妈生病晕倒了。啊？生病了？严不严重啊？在医院还是在家里啊？你别着急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现在在家里静养呢。哦，那就好。你呀，你呀。还没嫁过去呢，就已经担心上婆婆了。她妈妈就是挺好的。哎，妈，你干嘛去啊？看你紧张的，妈只是生病，还没到生病呢。哎，妈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你一定会健康长寿的。什么呀？这人嘛，早晚都要死的。妈，你别瞎说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坐。好，妈不
不瞎说了。是啊，妈。哎，你以后啊，肯定比我活得多久都长呢啊！又说傻话了，你想让妈妈骂你呀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妈。妈，你没事在房间躺着就行，有什么事叫我来做。哎呦，我天天躺着，躺得我都腰酸背痛的，头也昏，所以呢，我想出来走走，弄点水喝。妈，你喝茶，我知道啊。啊。妈，喝茶。哎呀，崇明啊，怎么了？要是这杯茶是我媳妇倒给我的，那就好。妈，你看妈现在吧，身体大不如前了，身边呢又没个伴儿。难道你就不想早点给妈娶个媳妇回来陪陪我呀？哎妈，你怎么又说这个事了呀？啊，对了妈，今天那个王，他老婆一直叫你去他家住，我看他们倒挺有诚意的。崇明啊，你可以不叫他爸爸，但对何丽姐，你好歹应该叫一声阿姨呀。我叫不出来。妈，既然他们叫你去王家住，我看呐，你就去住。我住到他们家去啊？怎么了？啊，何丽姐和你爸爸对我好，这我知道。但是，自从少康和陈玉离婚以后，这王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事情都靠敏君一个人在打理，他已经够忙的了。如果我再去，只能增添他的麻烦。其实，妈这辈子能指望的只有你。如果你真的孝顺妈妈的话，赶紧娶个媳妇回来陪陪我。哎妈，好，我不说了。只是哪天你一回来，你再也见不到妈了。妈，我去开门啊。崇明，宝莲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听说阿姨生病了，赶紧过来看看。阿姨呢？哦，在里面呢，进去吧。阿姨，宝莲，你来了。阿姨，给你买点水果。你来就是了，还买什么水果呀？阿姨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好点没？哦，我妈是操心过了头，还有心脏病和糖尿病。本来以为是普通的腰酸背疼，可没想到年纪大了，什么毛病都出来了，没事儿的。哎，崇明，你站着干什么呀？宝莲来了，赶紧去倒茶呀。哎，阿姨不用，我自己来吧。哎，没事，我去倒吧。让他去。来，你坐。宝莲，你怎么知道我生病了？我听敏君说的。敏君去找过你了？是啊。那他跟你说什么？来，宝莲，喝茶。谢谢崇明。哎，崇明啊，你到自己的房间忙吧。啊，我跟宝莲有些话要说。妈，没什么事，你叫我去房间干嘛呀？那崇明，你到公司里去吧。你不是一天没去公司了吗？去。崇明，你是不是担心阿姨没人照顾啊？你放心吧，我跟公司说，我出来谈业务，暂时就不回去了。你去忙吧，今天我就留在这儿照顾阿姨了。哦，好吧。妈，那你自己小心身体啊。哎，好，你去忙吧啊，去忙。来，坐在旁边。敏君跟你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哎，我让他去找你，他怎么什么都没跟你说啊？阿姨，原来是您找明君来说这个。那你跟阿姨说实话，你对我们家崇明一
印象怎么样啊？阿姨，我觉得崇明挺好的，不过什么？你有人了？啊，不是，我觉得感情是双方面的，我也不知道崇明对我是。哎，崇明对你印象不错的，是吗？哦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交往试试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宝莲啊，阿姨第一次见到你就很喜欢你的。哎，我刚刚啊还跟我们家儿子说呢，叫他赶紧娶个媳妇回来陪陪我，要不然他就要我住到他爸爸家里去。他爸爸？对不起，阿姨，我一直以为崇明没有爸爸。既然你们要交往，我就不瞒你了。崇明的爸爸呢，就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王光耀。啊？哎呀，说来话长，那还是很久很久的事了。那个时候吧，我们俩都年轻，也不懂事。所以，就生下了崇明。后来，他爸爸跟别人结婚了，现在崇明都不愿意叫他爸爸。不过，王董事长还是很喜欢我们儿子的。哎呀，说起来真是。原来崇明是王家企业的私生子，那这以后不就家财万贯了吗？妈，我回来了。崇明回来了，包给我吧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拿。崇明啊，男人在外面忙事业回来，女人接回他的公文包，这是多好的事儿啊！这才是好媳妇嘛。妈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身体好些了吗？啊，妈今天精神好得不得了，什么病都没有了。宝莲一直陪我到现在，还抢着给我做饭。他说要等你回来一起吃饭呢。我也好久没下厨了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。不合口味不要紧的，慢慢来就好了。麻烦你了啊，宝莲。那既然这样，我现在去做吧。